秘鲁护照2年就好。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最近有好多朋友在问，秘鲁移民法是不是有写，只要住满2年就能拿到那本秘鲁的护照小本本呢？今天就来一起深入研究普通人如何既合法又可行的入籍秘鲁。Vamos。听说秘鲁也有类似阿根廷的入籍政策，只要住满2年就能申请护照哦。不如我们摊开秘鲁国籍法来看看怎么说。根据法律条文，透过规划入籍取得秘鲁国籍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在秘鲁境内合法连续居住至少2年。哇，所以这不是都市传说，是有法律规定耶。对啊，相比很多发达国家拿个永久居留权可能都要5年来说，秘鲁是不是相当接地气呢？护照小本本还要方便旅行才更接地气吧？秘鲁护照国际通行力又如何呢？秘鲁护照可以旅游免签或落地签，超过130个国家，包括欧洲、南美洲都畅通无阻。怎么样？比想象中要高吧？真的不错。那除了这个住2年的方法，还有没有其他入籍的捷径呢？当然有了，除了这种时间累积型的规划入籍，还可以透过出生取得，或者选择权入籍。方法还真不少。不过这么多的方法，到底哪一种最适合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最快最顺利的拿到秘鲁护照呢？接下来深度分析最适合普通人的方法，就是透过居住时间来入籍秘鲁的2条快速通道。那么这个居住时间具体要怎么做呢？难道要每天打卡吗？自己做老板怎会要打卡？首先当然是要合法，你必须在秘鲁合法连续居住至少2年，这样才符合申请资格。注意是要合法，而且是连续哦。对哦，合法是超级重要啦，因为如果连合法的居留权都没有，那根本就无法开始计算这个入籍倒计时了吧？没错，在获得签证也就是居留权之后，就可以拿到外国人居留卡，这相当于是身份证，然后就开始入籍申请的2年倒计时了。那么连续应该怎么理解呢？是说这2年都不能离开秘鲁一步吗？原则上应该都要待在秘鲁境内，不过如果有向移民局申请特别许可，那就可以豁免了。那入境要申请签证，出境也要申请许可咯。这就是游戏规则了。关于如何取得秘鲁的签证，像是工作签证或者收入签证，想了解如果没有秘鲁雇主也能申请秘鲁工签，回头去看看之前的影片吧。言归正传，住满时间应该只是条件之一吧？还有没有其他要求呢？除了居住时间这个大前提，第2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从事常规的专业、艺术、行业或商业活动。简单来说，就是证明有稳定收入来源，能维持在秘鲁的生活。那有没有明确的收入标准呢？这些钱可以从哪里赚呢？秘鲁国内外的收入或者自己经营公司所产生的收入也都算数哦。目前政策明确要求年收入至少达到53500索尔，大概就是14000美元。所以财力证明、交税记录这些文件就非常重要了。哇，也就是每个月要1000多美元的收入诶，那算是普通人咬咬牙也能达到的目标吧？不算遥不可及，也算是没那么容易吧。毕竟得要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才行。所以有意挑战秘鲁护照这个终极目标的话，钱包真的要提前做好准备了。估计还需要准备无犯罪记录来证明我身家清白吧。聪明，别忘了如果有外国文件，例如在其他国家的无犯罪记录，都需要翻译成西班牙文，并且经过海牙认证哦。这些移民基本款就不用多说了，相信大家都懂的。所以规划入籍这条路，总结来说就是在秘鲁合法住满2年，有稳定收入，并且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就有资格申请成为秘鲁公民。听说还需要参加一个大考吧？差点漏掉这个重要的资讯。没错，申请入籍的外国人都必须参加，并且通过考试。那么会考些什么呢？内容主要是关于秘鲁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时事，而且全过程都会使用西班牙语进行哦。
我还听说秘鲁的入籍考试算是拉丁美洲国家里面最难的，难道要考试唱国歌吗？可能不会了，但公民常识绝对是考题之一了。另外还需要参加移民局的面试，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要具备中等程度听说读写的西班牙语能力，才会有比较大的通过机会。这算是入籍秘鲁的隐藏关卡。那这样听起来，那些什么居住时间、收入证明都不算是最难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难关居然是西班牙语啊！意想不到吧？你以为大 boss 是时间和金钱，结果真正的大 boss 是西班牙语。那大概要多久秘鲁小本本才可以拿到手呢？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大约3年吧。可以这样算，申请签证2至4个月，然后在秘鲁连续居住2年，就马上提交入籍申请。一般来说，处理时间从3个月到1年不等。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话，3年时间也应该能学到一点基础吧？因人而异吧。欢迎在留言区说说感受，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之前有提到，除了规划入籍、出生入籍之外，还有一种叫选择权入籍，这会不会是更快速入籍的方法呢？简单来说，就是说一句“我愿意”，然后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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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跟秘鲁人结婚然后入籍的方法吧？没错，结婚入籍就是选择权入籍的其中之一，也是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了。那是不是说真爱就是通往秘鲁护照的高速公路呢？透过结婚来移民，多少都会有点 VIP 待遇吧？当然有了，这方面会在后面详细讲了。结婚入籍最核心的条件就是婚姻关系必须是真实合法，并且在秘鲁民事登记处注册。一旦搞定，2年居留时间就可以马上开始计算啦。那么这2年也是像规划入籍那样，也是要连续居住吗？没错，要求就是必须以结婚的身份在秘鲁连续居住至少2年。秘鲁移民局会很乐意看到这对真爱真正把生活重心放在秘鲁。看来这2年时间真的要相亲相爱才行啊！万一家庭关系有什么变化，例如吵架、冷战什么的，会不会快要到手的小本本就溜走了？除了要维持真爱住满时间，第2个重要条件就是证明夫妻双方拥有稳定的家庭收入，这就是要提供像是薪资单、银行对账单、工作合约之类的资料来说明有生活来源收入，也就是收入证明了。那么像规划入籍那样，有明确的收入要求吗？像之前说的1万多美金之类的呢？这个方法妙就妙在，不像规划入籍那样有严格的收入要求，只要夫妻双方有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并且签署宣誓书，声明婚姻关系依然持续，那就基本 OK 了。哇，看来真爱的力量还真大呀！这种优惠折扣可以抵过1万多美金的年收入。不过，就算是真爱，也可能是有期限。万一将来离婚了，会失去秘鲁国籍吗？放心好了，这点秘鲁国籍法有保障，它明确规定，透过婚姻入籍成为秘鲁公民，即使将来不幸离婚或者配偶过世，也不会因此丧失秘鲁国籍。这样还算是有保障。但话说回来，透过结婚入籍也需要通过考试吗？我可不想因为西班牙语没学好，临门一脚翻车啊！这是又一个隐藏福利了，因为有爱保驾护航，公民常识考试也不用参加啦。那就不用苦练西班牙语了吧？可以把学习西班牙语的时间拿去谈情说爱咯。虽然不用考试，但也是要前往移民局面试哦。面试过程肯定会用到西班牙语，还是要学一点啦。看来无论走哪条路，语言能力都是移民外国的基本功啦。对啊，无论移民去哪里，充分了解移民政策都是必备功课哦。参考资料会放在影片说明栏。做得好，值得按赞吧。其实啊，秘鲁国籍法里面还有一些特别的彩蛋是可以入籍，虽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了解一下也是不错哦。我最喜欢挖彩蛋了，就像是奖励关卡。
快说说看吧。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出生入籍了。秘鲁采取的属地原则，简单来说，只要在秘鲁的土地上出生的人，无论父母是哪里人，一出生就会自动成为秘鲁公民啊。生娃来秘鲁，快速移民路，这招听起来真的可以哦。除了出生入籍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选择权入籍方式，专门给那些虽然出生在海外，但从小就在秘鲁长大的外国朋友哦。难道从小就住在秘鲁就可以申请入籍吗？那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还有机会吗？你问到重点了。根据目前规定，如果你是在秘鲁境外出生，但从5岁起就合法居住在秘鲁，那么等到年满18岁成年后，就可以透过选择权入籍的方式，选择成为秘鲁公民。这像是在说欢迎回家的感觉。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需要是秘鲁公民吗？不需要了。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从5岁起就合法住在秘鲁。当然，条文也没有详细写每年要住多少时间，但只要是真实长期的居住，通常都是可以了。重点是在秘鲁长大成人的事实啊。想要获得含金量那么高的秘鲁护照，可是有不少方法耶。但还是要先从申请签证开始吧。想了解更多资讯，可以来看看这支影片哦。今天就把入籍秘鲁最快速、最实用的方法都一一交代清楚了，值得为我们按赞吧！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这个频道的发展有赖大家支持，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悄悄，拜拜。